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北宋时期，在丰裕镇外有一个小山村，村里人以山林为生，虽然不是大富大贵，但也过得十分幸福。只是前段时间在这个普通的小山村发生了一件怪事，至今为人津津乐道。小山村前些年有个老李头，儿子儿媳早些年外出闯荡，一直杳无音讯，一直到5年前老李头一次外出，在外面待了2年，回来的时候带来了一个10岁的小女孩。他告诉村里人这是他的孙女，名叫李月，希望以后能够多照顾一些。老李头在回来1年后便旧伤复发，离开了人世，只留下李月一人住在家中。他非常懂事，完全不需要别人的帮助就能自己养活自己。转眼间8年过去了，原本的小女孩此时已经亭亭玉立，只是她不喜欢说话，但她的刺绣从残月到满月皆是栩栩如生。村里人曾经开玩笑，不如叫她月娘吧。后来大家叫习惯了，反而忘记了她的真名。月娘无事的时候就喜欢刺绣，别人都称赞她的手艺，劝说她把这些拿出去卖。她总是笑着说道：我娘不让我靠刺绣过活，这是她传我的手艺。村里人也没有多问。而月娘还有一个爱好，就是进山。村里那些青壮年进山都待不了2天，而她有时候却能够待1周甚至半个月。也有人问她：月娘，山林里那么多的野兽，你怎么没有事情啊？我不伤害他们，他们自然也不会伤害我了。这天，月娘像往常一样前往山中寻找野果，走了许久，也未找到熟透的果子，无奈之下只好继续往前走，一直走到山林腹地。这时四周兽吼连连，仿佛在彰显自己的威风。月娘看到地上有野菜，便打算顺手挖上来。等起身的时候，不知什么时候这里竟然围满了灰狼，都流着口水。月娘皱起了眉头，不应该啊，有小白在，这些狼群不敢在山林腹地才对。就在她愣神的时候，狼群直接冲了过来，但是月娘并没有惊慌失措，不见其有任何的动作。只见瞬间有一道白影闪过，狼群纷纷倒地哀嚎，随后一声兽吼响彻山林。白影停在月娘身前，蹭了蹭她的身子，定睛一看，竟然是一只大白虎。月娘笑道：小白，算了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放过他们吧。白虎愣了一会儿，才点了点头。最后一声兽吼，这群狼四散而逃。月娘这才摸着他的脑袋：小白，这里不是你的地盘吗？怎么最近有狼了？小白咬着他的衣袖，示意他跟着过来。等走过去才知道，原来是小白当父亲了，最近忙着照顾孩子，才给了这群狼有机可乘。说起与小白的故事，那还真是一个意外。在13岁那年，他进山迷了路，后来遇到一只受伤的大白虎，出于好心将他的伤都给治好了。后来一人一虎便成为了朋友，而月娘有了小白的庇护，自然没有野兽敢欺负他。小白，就连你都找到伴了，都有孩子了，那你以后可不能再去隔壁山头打架啊。小白点了点头，随后突然朝着一个方向发出兽吼，龇牙咧嘴。小白，慢着！只见一个全身黑色紧身衣的男子从远处跌跌撞撞地走来，浑身是血，身后还有几人追着他。当看到白虎的时候，后面的人停下了脚步，而黑衣人则是晕倒在地。月娘躲在树木后面，没人看到。后面的人小声议论：碰到了白虎，这小子活不了了，我们赶紧回去复命。等到这些人走完了，月娘才出来，走到黑衣人身前，查看他的伤势，还好都不是致命伤，养几天就没问题了。小白，我将他安置在你旁边的山洞，你可别把人吃了啊。
小白摇了摇硕大的虎头，那模样好像是在说：“我是这样的虎吗？”月娘将人的伤口包扎好，随后便准备离开山林，只是在他的身边放了许多果子，怕他醒来了不好找吃的。看了眼虎窝里的3头小白虎和虎妈妈，月娘摸了摸它们，等我明天来，给你带礼物。月娘刚回到村子里，就看到隔壁刘婶慌慌张张地跑来：“月娘，咱们村来了好多坏人，你千万别回家。他们说是什么公子选美，要将方圆几十里的姑娘全都带过去。”月娘暗叫不好，转身就要返回山林，但是此时已经晚了。只见几个小厮慢慢走了过来。“站住！”为首的一个络腮胡喊道。无奈之下，月娘只好站住了身形。几人走过来，看到月娘的容貌，顿时间惊为天人。好漂亮的女人！月娘则是不卑不亢，不知几位要干什么？姑娘，我们家少爷如今刚成年，家主便想着为少爷择妻，于是便派我们来各个地方搜寻未婚女子。若我拒绝呢？我们陈老爷的大名你应该听说过吧？若是拒绝，倒霉的不仅是你，还有你所在的村子。哼！月娘深吸一口气，陈家她还是有所耳闻的。陈老爷手段狠辣，陈少爷更是纨绔成性，12岁便开始祸害良家，是附近几个村镇闻风丧胆的存在。曾经陈老爷为了自己纳妾，拆散了一户人家，将除了那个女人之外的人全部沉塘，最后那个女人不堪受辱，投河自尽。小山村，就你了，明日随我们前往陈府。月娘点了点头，并没有拒绝。村里的人待她不薄，况且陈家并不一定看得上她。她虽然漂亮，但是也并非完美。络腮胡点了点头，算你识相，否则小山村的人活不过明天。刘婶看着几人离去，叹了口气：“月娘，哎，都怪我跑得太慢，要是我能早点通知你就好了。”月娘笑着摇头：“刘婶，不怪你。”月娘收拾了一下家里的疗伤药物和一些吃食，都送到了山洞中。殊不知此时的黑衣人早已苏醒，一把匕首直接竖在他的脖子上。“你是什么人？”“我叫月娘，是小白救了你，我只是在给你上药。”月娘并不惊慌，只是拿出了手中的药。不远处的小白朝着男人龇牙咧嘴，小声嘶吼，那模样仿佛在说：“要是伤害月娘，我吃了你。”男子放下匕首，靠着石壁：“多谢姑娘相救，你是花府的人吧？”男子瞬间警惕了起来，看着月娘面色不善，而月娘不急不缓地说道：“你不用误会，连家的人所穿的衣服上都会有一道祥云纹路，即便是夜行衣也不例外。这一点知道的人不多，恰巧我知道，所以才猜测你是花家的人。”男子点了点头：“我叫花灵，救命之恩必有厚报。你叫什么我没兴趣，这些吃的和疗伤的东西我都放在这里了。明天我可能来不了，养好伤小白会送你出山林。”说完便离开了山洞，随后来到小白一家前，掏出怀里的绣帕，给小白虎身上都系了一条。“小白，这是给你们的礼物，期待我们再见的一天。”第二天一早，月娘便被络腮胡敲开了房门，跟在其身后一路来到一处空地。此时的空地早已停了3辆马车，里面坐了有10多位妙龄女子，皆都一脸愁容。但是看到月娘后，她们的愁容一闪即逝。月娘随便上了一辆马车，不知走了多久，马车停了下来。下了马车便发现已经到了陈府门口。陈府门口很冷清，因为镇子上的百姓都害怕这位陈老爷，哪怕是有什么喜事，也没人敢凑热闹。曾经陈老爷娶妾，一个人过来看热闹，就被府中的家丁打断了腿。到门口，一个身穿锦服的中年男子笑眯眯地看着他们。络腮胡抱拳：“陈管家，人我都带回来了，我先带兄弟们去后院休息一会儿，
需要我们，你随时让人喊我们。好，下去吧，你去账房领20两银子，今晚带兄弟们潇洒潇洒。多谢陈管家。络腮胡一脸的欣喜，随后带着手下都离开了。你们随我来。陈管家带着10多人来到了府中大厅，而陈老爷早已等候多时。而在陈老爷身旁的则是一个少年，嘴角带着坏笑，眼睛肆无忌惮地看着一群女人。穗儿，你且选选。爹，我都想要。胡闹，文家大小姐要与我陈家结亲，只应允了一个妾室的位置，快些选完了，剩下的交给爹处理。好吧。陈穗有些闷闷不乐，但是陈老爷的话他又不敢反驳。陈穗仔细看了看面前10多位美女，最后落在了月娘的身上。他觉得月娘最漂亮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月娘。就你了。陈老爷点了点头。剩下的人随我来。将其他女人带下去之后，陈穗仔细打量着月娘，真是美啊，比当初的豆腐西施还美。只可惜那女人不知好歹，我只好送她下去了。陈公子，既然你选中了我，那么3书6聘可有？我陈家做事当然有。月娘，你放心，今日我命人将你送回去，3日后8抬大轿将你抬进陈家。陈老爷很快便回来了，而陈穗则是皱眉。爹，不能留着他过了今晚吗？不能，该有的都得有。你大婚当然得办得轰轰烈烈，文家让你先纳妾，不就是想看看咱们家的实力吗？好吧，那一切都听爹的。陈穗虽然不乐意，但是也不敢反驳。月娘被送回了小山村，村里人都喜出望外，可是听说她被选上了之后，纷纷露出愁容。村长更是直接来到月娘家里。月娘，要不你逃走吧，想来那陈家也不会怪罪我们。如果真的因为我们你出了什么事情，我们哪有脸面对牢里头啊？村长爷爷，你不用多说了，陈老爷是个什么人，你比我更清楚。我不会走的。第2天，月娘再次进山，那个黑衣人早已离开，小白正在林中嬉戏，看到他后直接飞奔而来。小白，你脖子上的绣帕呢？小白摇了摇头，看着月娘，算了，丢了就丢了吧。我来告诉你，我要成亲了。虽然不是我心中所愿，但能救村里的人，我也满足了。或许以后都不会进山了吧。你们一定要保重。小白原本开心的双眼瞬间垂了下来。月娘在一旁安抚，到了傍晚便离开了。次日，门口停了一轿子，竟然真是8抬大轿。月娘上了轿子，刚走到村口，所有轿夫都吓得惊慌失措。只见一只大白虎拦住了去路，发出兽吼，人群陷入了慌乱。小白，安静。白虎安静了下来，而月娘也从轿子中走了出来，摘下头上的凤簪，放在白虎面前。摘簪莫杀生，此去无回首，珍重珍重。白虎退到了一旁，看着地上的簪子，随后仰天怒吼。虽然轿子已经走远了，但月娘竟然听到一道陌生的声音。月娘，今晚别脱鞋，想尽办法不要洞房。今晚你有大劫，但也有贵人相助。你是谁？我是小白，你最好的朋友。月娘揭开帘子，哪里还看得到白虎的身影，只是心中震惊不已。他被安排在侧房，比正房小了2/3，一直等到半夜，陈穗才晃晃悠悠地走来。娘子，你可让我好等啊。夫君，这洞房夜，咱们交杯酒还没喝呢。陈穗笑道，娘子倒是讲究，来，喝酒。两人喝了酒，陈穗便急不可耐地将月娘扑倒，肩膀的衣衫滑落了一些，陈穗瞬间惊起，退到了床边。好丑的疤。月娘拉起了衣服，并不在意，这是小时候的疤痕，而是看着陈穗，夫君若是嫌弃，我去下人房睡便是了，关了灯，看不见就好。陈穗看了看他的俏脸，
邪笑道。只是月娘却皱起了眉头，看着越走越近的陈穗，她手中多了一根绣花针，瞬间扎在陈穗的昏睡穴，只见他瞬间便晕倒在地。新房中的动静确实够大，但却无一人进来，看来都是被陈穗吩咐过的。只是令月娘始料不及的是，一道人影直接点燃了屋内的灯，厉声道：大胆，竟然加害无儿！来人，将他给我押入地窖。数道人影将月娘带走。陈老爷看着躺在床上的陈穗，冷笑道：真是废物，给你机会你也不中用。地窖中竟然关押着10多人，正是那天选秀的女子，大都衣衫不整，精神萎靡。月娘被锁在了木桩上。不一会儿，陈老爷便来到了这里。为何加害我儿？陈老爷，这些女子是怎么回事？不是说好的其他人都能回家吗？哈哈，愚蠢的女人，既然来到了我的府中，怎会让他们轻易离去？过段时间将他们卖入青楼。看来外界对你陈老爷的了解还是不够全面啊。月娘叹道。好了，你就在这里好好待着，等穗儿醒来了再收拾你。说完便离去了。身后的锁瞬间应声而开。月娘看着手中那根长针，你又救了我一命。只是在这时候，突然有声音响起，是地窖巡逻的人。只是这些人竟然进入了牢房折磨那些女子，另外几人守在外面。月娘叹了口气，真的不得不用了吗？她10岁前，母亲教她绣花、开锁、轻功，父亲教她招数。只是那场突如其来的大火，因为要救一个小男孩，他3次冲入火海，将他烧得满身伤疤，唯独这张脸因为包裹得很好，没有出事。娘亲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警告他，像普通人一样活下去，不要暴露我们教你的东西，但也不要怕，如果万不得已，暴露便暴露吧。他缓缓离开原地，在几人正在兴头上的时候，一根长针刺入脖颈，其他3人刚反应过来，只见月娘再次甩出3根长针，将几人放倒，随后将地牢里的人聚集了起来。就在这时候，突然听到外面喊打喊杀的声音，你们在这里等着，一定要等我回来，千万不要出去。月娘走出地窖，此时的陈家已经乱作了一团，一队人马将这里团团围住了。府中的人反抗，但都被人所杀。此时的前厅，陈老爷正在与一个年轻人对峙。陈瑞，你作恶多端，罪行种种，你认不认罪？你竟然没死。花灵，你没死，我怎么会死？月娘看着眼前的男人，竟然是那天那个黑衣人。此时说着陈瑞数种罪行，身后的衙役早已摆好了攻击的姿势。花少爷，强龙不压地头蛇，得罪我没有好处的。陈老爷，这你可说错了，我拼死偷来的账本，就是为了给你定罪。听说令郎与文家大小姐准备结亲，今日怕是结不了吧？说完，花灵直接甩出一封信。你做了什么？陈瑞看完之后大惊失色，不过是将你的恶行告诉了文家，你已经失去了文家的支持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陈瑞倒吸一口凉气，那又如何？我豢养了狼群，想抓我。只见不知什么时候，陈瑞身后出现了数十只狼，流着口水。花灵皱起了眉头，眼看陈瑞要跑，心中十分着急。突然一道白影出现在府中，从屋顶跃下，一道兽吼，直接将这些狼吓得不敢动。花灵吩咐手下将陈瑞抓住，制服了府中所有的下人，将陈穗拖了出来，这才松了口气。看了那么久，出来吧。花灵突然说道。身后的衙役瞬间摆出攻击的姿势。月娘走了出来，有些好奇地看着花灵，你是什么人？月娘，再认识一下，我叫花灵，我爹是县令，而我只是一个普通人。地窖中的女人，你派人将他们送回去，我也该回村了。
说完，直接骑在了小白的背上。小白，走，回家。白虎直接跃上房顶，消失在黑夜中。少爷，地窖中4人皆是被人一击毙命，而且这手法眼熟啊，好像是当年青女的手法。可是当年那场大火，青女和其夫君都死了，就连少爷你也差点。花灵看着4人的死状，深吸一口气，这件事保密，谁也不要说，包括我爹。是，少爷。李月，你可让我好找啊。上次白虎身上的绣帕，我就觉得奇怪，能有如此针法的天下只有2人，青女与李月。李月啊李月，这次你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了。只是没想到10年前被你救了一次，10年后又被你救了一次。月娘恢复了自己平静的生活，但后来小山村入住了一个男人，她的生活再次被打乱。花灵像个跟屁虫一般，让月娘每次都忍不住出手。过了1年半的时间，花灵走了，而月娘却总是愣神，一直到3个月后，花灵再次回来，并且带来了自己的父母，表示要跟月娘成亲。月娘这次同意了，是发自内心的，她习惯了她的日子。后来2人成婚了，并且一直生活在小山村，只是院子里偶尔会来几只串门的大白小白，带着野兔野鸡之类的礼品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